实验。大学的时候主要是在台中实验，然后之后就是研究所的话，我读的是就是台艺雕塑组，台艺造型术雕塑组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去巴黎。我觉得影响是比较属于我个人来讲，会觉得比较像是比较内在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常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材料的组合。比如说什么木炭啊、橡皮擦啊、橡皮筋啊、头发，类似像这样奇怪的东西的组合，主要来自于就是我对于像是触摸，或是说，因为我很喜欢乱摸东西，然后乱摸东西的情况，我会发现有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固有的思维存在于我在摸东西这个事实上，而我是试图要透过创作的一个形式，让这个某种特定的思维，然后让它能够。不能算是重现，而是让它重新再被这些材料，我正在摸的这些材料被思考。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特定的记忆上的影响。所谓记忆，就有点像是我可能要学习某种其他东西，基本上我的东西是不太需要学习。那主要是光是那个构成去想说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已经是对我来讲已经是在去实践那个思维。然后那是来自于就是我以前就是我进到台艺雕塑或者是研究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很奇怪的差异，就是比如说他们可以很习惯的一种训练，就是如何把木头刻得像是棉被那么柔软，或者如何把石头刻得像是绢那样子轻。可是基本上我处理材料或者什么的都完完全全不是这个脉络，也就是在我的材料里面会发现。那些所谓熟知这些物件的转换的那些人，他们还是有一种不搭。所谓不搭，就是产生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连接，甚至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也就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组合，还是一样存在于那些常常在摸材料的人身上。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所问的，就是。我即使身处在雕塑系，然后还是会发现那个很大的差异。然后我觉得那就是来自于刚刚我所说的，就是一个我对于某种思维，然后那种思维可能已经存在于我在触摸、在感知的那一瞬间里面。其实它背后好像有一个比较庞大的思想，可是其实它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或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就有点像是对我来讲，可能每天早上10点，然后百货公司开门之前，然后不是有一堆盒子吗？一堆箱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完整的考古学现场，也就是在里面可以挖掘物件出来，然后去思考、去想物件这个东西。我会去处理物件，我会去组合物件，相对的我也会去思考物件。那对我来讲，我在做这些属于比较思维，或是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思维体系的这种作品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试着让我去重新去思考。所谓关于物件的一切，包含它被移动，或者是它被使用，或者是它被拍卖、会被交换这些，所以它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思维体系，然后甚至要去做一些类似像是中介体的一个做法。